很多人用 TradingView 却只会画几条线，指标一堆，不知道选哪个。今天我用8分钟带你掌握3个我常年在用的指标：布林通道、MACD 和 RSI， 还告诉你每个指标的参数设定和在实战里怎么用。学完马上能上手。先讲布林通道指标，最大的功能是判断支撑压力位置和盈亏空间。开启 TradingView， 在里面选择指标，输入 BB 即可开启布林通道。布林通道的参数设定很重要，预设参数是长度20，标准差2，集中轨是20日移动均线，上下轨的标准差为2。在这里可以根据行情来修改参数，保证参数符合目前行情即可。有时行情会走单边，即沿住布林通道上轨持续上涨，或沿住下轨持续下跌。此时用标准布林通道参数往往没有机会，但是可以把长度参数设定为12，这样短线机会就会重新展现出来。可以看到在这里，如果用20参数，短线没有机会，但是换成12，就会明显出现回踩中轨甚至下轨的多头机会。在布林通道中有很多买卖点位，我前面说的很详细了。在这里说一个盈亏比高，离停损位近，最适合新手的位置。这个位置讯号不是特别多，但是胜率和盈亏比都比较高。那就是当布林通道中轨走平或略微往上时， K 线从下往上穿布林通道中轨的 K 线，就是较好的多头位置。停损点设定在这条上穿中轨 K 线的最低点，止盈位置可以等 K 线到达上轨后涨不动了跌穿中轨止盈。为了方便记忆，口诀如下：上穿中轨机会好，守住中轨不断涨，等到上轨守不住跌穿中轨我就跑。此方法特别适用于股市和加密货币这种长牛加小熊的行情。接下来讲 MACD 指标。MACD 最大的特征是背离加趋势强度。TradingView 在里面选择指标，输入 Mark 即可找到平滑一同移动平均线，就是 MACD。Mark 的预设参数是快线12，慢线26，平滑9。这里分享 MACD 短线参数为快线6，慢线19，平滑6。这个参数主要解决 MACD 金叉反应过慢的问题，同时不影响 MACD 的背离效果。修改完参数后，会发现它的 MACD 金叉速度要比原始参数早1到3个 K 线周期，所以在日线和4小时周期上是极为好用的。接下来讲讲 MACD 的短线金叉买卖点位。MACD 的背离是很大的特点，但是不适合新手，因为 MACD 可能会存在多次背离，新手很难把握。这里分享修改完参数后的金叉机会。时间上选择4小时或日线周期，这2个周期空间和时间较为足够，特别适用于 MACD 的短线金叉，所以在这里寻找日线的 MACD 金叉机会为多单入场点，止损位元设定在 MACD 金叉 K 线的最低点。接下来观察 MACD 的柱体，根据 MACD 的柱体在0轴之下不断缩短，然后在0轴之上不断增长，代表强度够，可以继续观察，直到柱体在0轴之上开始缩短，代表强度不够，则短线止盈离场。口诀如下：金叉好机会，短线要确认，后续看柱体，不够马上撤，正好完成一波 MACD 的短线金叉机会。一般入场后3到5个周期就会止盈离场，也可以用这个方法抓股市或是加密货币上涨趋势的回踩机会。RSI 指标，输入 RSI， 名称为相对强弱指标，它的最大特点是超跌超涨，可以用来抓短线的情绪反转点。此指标的适用周期更广泛，小的可以用在15分钟周期，大的可以用在周线。参数上预设为14，在这里把 RSI 天数长度修改为12，同时平滑的长度也修改为12，这样保证黄线和紫线都较为敏锐。RSI 的图表上有紫色区域和非紫色区域，紫色区域之内代表市场情绪变化正常，可以运用黄线来判断趋势，运用紫线来判断强度。
但是如果紫线或黄线超过紫色区域，高于70则为贪婪，低于30则为恐慌，代表当前的市场情绪已经过激，行情随时可能反转。这里可以适用 RSI 修改后的参数找短线的多空机会。需要注意的是 ，RSI 本身是超跌超涨，但是不具有支撑压力的判断，所以最好不要单独使用，可以结合其他支撑压力指标来用。在这里，我们同时使用布林通道和 RSI。先说多头的机会，当 RSI 接近30，尤其是在30以下，同时 K 线在布林通道下轨附近，就是情绪的超跌机会。买点选在布林通道站上下轨的时候，如果此时 RSI 也拐头往上，即为确认。停损点为站上布林通道下轨的 K 线的最低点，止盈点为 RSI 在黄线之上，且远离黄线，代表短线趋势完成。空头机会则恰恰相反，当 RSI 接近70或超过70以上时，同时 K 线在布林线上轨附近，距离中轨越远越好。如果此时 RSI 拐头往下，则为空头机会，停损点为该 K 线的最高点，止盈点为 RSI 紫线在黄线之下，且远离黄线，此时随时可能反转，为空头的止盈点。口诀如下：情绪指标要注意，贪婪恐惧要冷静，支撑压力看位置，远离黄线不贪心。总结一下：一、布林通道短线参数为长度12标准差2，长线参数可以用长度40标准差2。布林通道胜率高、盈亏比好的位置是 K 线上穿中轨的位置，最大优势为判断支撑压力位，并且可以透过中轨到上轨的距离来判断损益空间。二、MACD 短线参数为快线6、慢线19、平滑6，主要使用金叉来判断趋势，同时用柱体来判断强度。新手不建议使用背离，因为很多行情可能会背离1次、2次甚至3次，所以使用金叉加柱体判断趋势和停盈停损。三、RSI 指标是很好的超跌超涨情绪指标，这里把 RSI 天数长度修改为12，同时平滑的长度也修改为12。RSI 不要单独使用，因为情绪类似背离，也有可能出现持续的贪婪或恐惧，所以最好结合其他支撑阻力指标来一起判断，同时也可以规范止盈止损。如果你想看我用这套布林通道交易策略实盘挑战30天翻倍，就订阅我的频道，我会在更新完体系的影片之后，选择大家最想看的交易策略进行实盘挑战。记得点赞，让更多交易者学到正确的方法，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